相声皇后于谦被恢复执行111万。我第一反应是，这不可能，就算是郭德纲缺钱花，于谦也不可能没钱。毕竟谦儿哥可是满清8大铁帽子王之一，更黑旗绿帽子王。老丈人是蒙古国海军司令，父亲是武术家，媳妇儿是公主。谦儿哥年轻的时候，他和他父亲俩人在美国挖运河，挣了老鼻子钱了，甚至他们家在三伏天都穿貂，111万就是个蒙蒙雨。谦儿哥还怕这？当然了，熟悉的朋友都知道，这只是郭宇两口子相声中的段子。不过听着虽然夸大了些，但是于谦背后的真实身家也不能小觑。那么这次被执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其实仔细研究完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事儿表面是明星债务纠纷，底子里却是一堂活生生的价值100万的公司法普及课。他压根儿不是于谦个人吃喝玩乐欠了债，而是他作为一家公司的股东，必须依法履行的一个责任。今天我就给大家捋清楚这里的门道。首先，咱们得弄明白于谦在这件事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。他是某影业有限公司的股东，占了10%的股份。这家公司注册资本写着5000万，于谦对应认缴了500万。注意这个词认缴，意思就是他承诺汇出这笔钱，但出资期限设在了2050年，相当于先开了一张远期支票。可问题是，这家公司经营出了问题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被执行的总额超过了7500万，自己根本还不起，甚至已经成了老赖。这时候债主们不干了，他们向法院申请，要求于谦这位还没完全出钱的股东提前把他承诺的那500万拿出来，先还一部分债。这次执行的111万就属于这500万责任范围内的一笔。而法院恢复执行，意思是之前可能暂停了，现在发现有了执行条件，就重新启动程序追讨这笔钱。这说明事情已经进入了强硬的司法执行阶段，不是普通的欠钱吵架。从这个事件我们能看出明星跨界投资的典型风险。于谦虽然是明星，给这家公司带来了名声和信用背书，但他可能并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。影视行业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买卖，一部戏赚一部戏赔是常事儿。某投过老师好这种成功的，但也架不住整体经营不善，资金链说断就断。更关键的是，法律环境也在变。2024年7月实施的新公司法明确要求，股东认缴的出资必须在5年内实打实的到位。而且如果公司还不起债，哪怕约定的出资期限没到，股东也可能被要求提前掏钱。这意味着于谦未来可能还得在500万限额内为这家公司的其他债务承担责任。不过大家也别急着替于老师担心过头，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保护机制，叫做有限责任。意思是这个执行只针对他和这家公司相关的，他没付清的那笔投资款一般不会直接动到他个人的其他财产。而相较于这次被执行的111万，于谦的个人财富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就是德云社的捧哏皇后，抽烟喝酒烫头的那位。但你要是真去扒一扒他的生意，你会觉得说相声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爱好，他的主业其实是个超级大老板。咱们先看他的文化版图，某影业那点事儿只是他投资版图里一小块踩了坑的，他真正厉害的是好马文化传媒这家公司，这名字就起得特别有于谦的风格，对吧？这家公司股东名单亮出来能闪瞎眼，吴京、马未都、乔杉这些大腕都在里头。他的业务范围那叫一个广，从文化交流到体育赛事，甚至还能做进出口贸易，手里还握着几十个像大千好物这样的商标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于谦早就不满足于简单投一部电影了，他是在搭建一个整合了文化、体育和商业 IP 的综合性平台。更别提他亲自操盘的老师好，几千万的成本夺回3个多亿的票房，这投资回报率足以证明他不是玩票，是有真本事的投资人。但最让我个人佩服的还不是这些，而是他那种玩着就把钱赚了的本事。我管这个叫玩物创智。咱们都知道，他那个在北京大兴占地60亩的马场，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就是个超级土豪的烧钱爱好，养着从国外空运来的一匹就值几十万的爱州马。但在于谦手里，这马场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乐园了，它被经营成了一个多业态赚钱的田园综合体，对外开放收门票，一度要小200块钱一张。开设青少年马术培训，1年学费好几万，名额还抢手，还能当影视基地，搞会员制度假。看见没？一个烧钱的爱好，硬是被他做成了有稳定现金流的产业，这思维绝了。包括他那些紫砂壶、信鸽、金龙鱼等收藏，在咱们看来是玩物丧志，在人家那里，那些稀有品种本身就是硬通货资产，随时可以在圈子里变现的。再说点更接地气的，于谦老师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到咱们日常吃喝里了。他的千可干果全国开了100多家加盟店，自己出品的千酒印着他手写的丸字，上市就卖完货。
还有千味火锅店把相声元素融进去，吃饭都得排长队，甚至在直播带货里，他都不走寻常路，不靠低价吆喝，而是靠聊天分享，客单价能做到近600元一场，直播卖出去2000多万。这说明他已经成功的把于谦这2个字变成了一个能产生高溢价的消费品牌。所以聊到这儿，我个人总结一下于谦的财富逻辑，他的核心优势就是4个字：去中心化。他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不像很多人那样深度绑定在一个公司，比如德云社身上。它的资产结构是网状的，文化养殖、食品、餐饮、直播各个板块既能独立运营，又能相互借力，这就形成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。某影业亏了没关系，马场和干果店还在赚钱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不过即使于谦这么有钱了，还是有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：于谦为什么死活不要德云社的一丁点股份投资？德云社这么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不比投资影视公司赚钱，那他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先说个我个人的理解，于谦不要股份，根本不是因为他傻，他淡泊名利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他所有商业布局里最精明、最深远的一步棋。第一，这首先是利益计算的最优解，一种更灵活、更赚钱的合作模式。咱们得先搞清楚，于谦在德云社到底是什么身份。他不是员工，而是合伙人。虽然股份一点没有，但人家的核心利益模式是商演，收入55分成，加上年底分红。德云社最赚钱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俩的商演啊！一张票被黄牛炒到上万，这钱是实打实的现金流。对于谦这样的台柱子来说，这种分成模式直接把他的贡献和市场价格挂钩，赚多少分多少，及时兑现，这远比拿一点死板的股份，然后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分到的红利要划算得多，也灵活得多。德云社是个轻资产公司，最值钱的就是郭德纲和于谦这2大活人，用合伙而不是合股的方式绑定，对顶尖高手来说，往往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第二，这是我认为最精髓的一点，建立了一道完美的风险防火墙。咱们刚刚经历了他因为某影业被执行的案子，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一旦你成了公司股东，公司出了事，你就得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。德云社做得这么大，树大招风，难道就没有风险吗？肯定有啊，比如某个徒弟出个负面新闻，或者遇到政策调整，这些风险都会直接冲击公司。如果于谦是股东，他的个人资产，那个价值数亿的马场，他的食品公司房产都有可能被卷入漩涡。但现在他只是一个签约演员，德云社的任何经营风险、法律纠纷都跟他个人的商业帝国完全隔离开了。这道防火墙修得有多高明，郭德纲自己都知道风险，所以他让夫人王慧持股99%，自己也不直接持股，本质上也是一种隔离。于谦不过是把这种避险思维贯彻得更彻底而已。第三，充满了人情练达的边界感，保住了最难能可贵的兄弟情谊。咱们都听过兄弟合伙做生意，最后反目成仇的故事。德云社早期也不是没有过股权和管理上的纠纷。股份这东西不仅代表着利益，更意味着权利和责任。一旦于谦拿了股份，他就从纯粹的艺术家搭档变成了必须参与决策、承担管理责任的股东。到时候在艺术创作上，可能他是捧哏，但在董事会里谁听谁的，很多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。于谦坚决不持股，就等于明确划清了边界。老郭，你是班主，你管战略和运营，我于谦就是个演员，负责把相声说好。这种纯粹的定位避免了多少潜在的利益纠纷，也正因为没有这层复杂的利益纠缠，他们俩才能保持几十年的黄金搭档和私下真正的挚友关系。他是德云社里唯一的外人，但也是地位最超然、最不可或缺的自己人。第四，也是最根本的，这符合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，一个玩家，一个生活艺术家。于谦骨子里可能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人，他多次说过自己是演员，相声是艺术，谈钱就俗了，不持有德云社的股份，让他能更纯粹地专注于艺术本身，维护了相声皇后那个洒脱爱玩的纯粹形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为他跳出德云社去构建那个庞大的于谦宇宙，马场、宠物、干果、白酒、影视、投资，扫清了身份和心理上的障碍。他不需要德云社的股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他的价值由他自己定义和创造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于谦的零股份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，他融合了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理性、风险隔离的风控意识、人情练达的处世哲学，以及自我实现的终极追求。而这111万的风波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的不是他的窘迫，而是他那种用艺术的魅力赚钱，用商业的智慧保身，用玩世的态度享乐的独特生存之道。这样算下来，只有于谦这样的人才是在享受人生。果然，在经济自由之后，才是一个人该思考的人生。希望于谦老师的故事
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工作、合作和生活上的一些启发。你们对于仙的暴富智慧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聊聊，努力创造自己的人生。